晋升成首席主义医师那天，我抄起20公斤杠铃砸断了右手。霍医生的手怎么突然受伤了？可惜了，这可是5年来唯一一次平支撑的手术，他这是自毁前途啊！错过手术，自毁前途，这酒真烈。上一世，我连做了10个小时手术，将韩明从鬼门关拉回来。霍天子，你公报私仇，故意害死我的白月光！我亲眼看见，是霍医生故意用错药，导致病人爆体而亡。我儿子是冤枉的，他救了人，他没有杀人啊！杀人医生的妈也该死！我儿冤枉！我死后，江陵花着我的遗债，跟死而复生的白月光恩爱到白头。我重生了，这一世定要让江陵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，偿遍我前世所有苦楚。霍医生的手怎么突然受伤了？谁知道呢？说不定是怕明天手术失败，他这个新晋副院长下不来台。天泽，阿明明天就交给你了，我想你一定会治好他的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和上一世一模一样的数字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竟然在这个时候受伤？我本来还想借着明早的手术让你在院里树立威信，你要知道，还是有不少人反对你成为副院长的。抱歉，院长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。明天的手术还是让我岳父上班，他不管是资历还是实操，都是院里数1数2的。也只能这样了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吧。所有人都惋惜我错失了一个证明自己能力的绝佳机会，只有我知道，明天那台看似能给我带来无限荣耀的手术，实则是一场针对我的巨大阴谋。天泽，你的手没什么大问题吧？妈，我想你了。儿子，是不是在医院受委屈了？听妈的话，赶紧跟你们院领导请假，好好在家休息一段时间。妈不求你有多大的出息，妈只希望你能好好的。妈，我也希望你能好好的，重活一世。我一定要改写我和我妈的命运。放心吧，院长已经批了我1个月的假，明天我再去趟医院，剩下的时间我好好陪陪你。我一个老太婆哪里需要你陪？你应该好好陪陪小玲。你忙工作的这些年，她一个人在家也挺不容易的。霍天泽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还有，阿明说你今天没有去查房，你这个主治手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上一世，我为了手术能成功，几乎每天都泡在医院里翻阅文献，看了一遍又一遍的视频。霍天泽，你为了自己的私心，竟然罔顾病人的生命，你这种人也配当医生？我亲眼看见霍院长换掉了病人的救命药，这就是他的动机。还没死，那是断章取义，我是在救他，我没有换药。我原本灿烂辉煌的人生，就此变得黑暗破碎。任凭我如何解释，如何嘶吼，都抵不过所谓的人证和物证。这一世，那根耻辱钉该钉在谁身上，还不一定呢。穿着白大褂的恶魔，杀人犯！这种败类就该去死！我儿子是清白的，他是好医生，你们相信他呀！所有人都认定了我是穿着白大褂的恶魔，只有我妈坚定不移地相信我是清白的。杀人医生的妈也不是好东西，老贱人怎么还不去死？可他越是为我发声，网友们的网暴就越疯狂，最终导致他精神恍惚，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。在被正式逮捕的那天，从医院的天台上一跃而下。别动！死后，我的灵魂一直徘徊在江陵身边，
看到了死而复生的韩明。或许是老天感受到了我强烈的恨意，才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江陵，这一世，韩明的手术医生变成了你亲爹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把这盆脏水往我头上泼。天泽，你这手需要休息，不用一直在这儿陪我这个老头子。院长，正好趁着养伤，我也想多跟您请教请教院里的事务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院长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下班了，先告辞。霍天泽，你作为医生，竟然因为一时嫉妒害死自己的病人，你简直不配为人！这一巴掌我记下了。江陵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果然，连录像的人都准备好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害死自己的病人了？韩明的手术，你是不是以为一句简单的手术失败就能逃脱罪责？阿明就是被你故意害死的，你这个杀人犯！杀人偿命，你赔我儿子的命！打死他！你这个败类根本不配当医生！杀人犯，我一定要你偿命！让开！我没有害死韩明，江陵，你说话要讲证据。霍天泽，你到了现在还要狡辩吗？我虽然是你的妻子，但我更是一个人，我没有办法对你的恶行视而不见，所以你也别怪我，在天理和法律面前，我只能大义灭亲，还死者一个公道。我是医院的院长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们要是故意在手术室门口闹事，我可要报警了。院长，你来的正好，霍天泽利用职务之便，在手术中故意害死病人，这件事，你们医院必须给我们家属一个交代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江医生的女儿，也是霍医生的妻子吧？是，我是霍天泽的妻子，但我不能因此泯灭了自己的良心。如果不把真相揭穿，我这辈子下辈子都会寝食难安。看着他这副义正言辞的样子，我只觉得心尖都在疼。结婚以来，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宠，对他言听计从。我妈更是把他当亲闺女疼，可到头来，换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下场。可是霍医生最近几天都没有上过手术台，而且他做的手术也从来没有失败过啊！不可能，他今天不是才给韩明做完手术吗？韩明的手术不是我做的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待在院长办公室里。霍医生说的是实话，他确实一直跟我在一起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提前完成了手术，然后立马去了院长办公室，让院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你做了伪证。不得不说，我确实有点佩服你的想象力了。我能证明，就是霍医生害死了韩明。林雪，这个面容姣好却心思恶毒的小姑娘，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她。上一世，林雪就是顶着这张人畜无害的脸，在警察面前颠倒黑白。这一世，我连手术室都没进去，她凭什么还敢来诬陷我？林护士，我没有得罪过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冤枉我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你偷换了韩明的药，才导致他死在手术台上。至于原因，是因为你怀疑韩明勾引你的妻子，所以你怀恨在心，故意报复。这就是证据。你怎么还没死？我一直以为霍医生是个谦谦君子，可没想到私底下他竟然这么凶。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暴力倾向吧？这就是所谓的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然你以为凭什么他年纪轻轻就成了医院的副院长？他不会真因为私怨就害死了自己的病人吧？杀人偿命！杀人偿命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这个穿白大褂的畜生！天泽，这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霍天泽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闹吧，闹得越大，你们摔得就越惨。不过是一段没头没尾的视频罢了，根本做不得证据。霍医生，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这段视频是没头没尾的？那你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私自替换了韩明的药？
我又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替换的？就在今早手术前，你在换药室亲手将一支不明药物注射进了韩明的药瓶里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是说，我亲自将药注射进药瓶的？没错。你是哪个科的护士？院长，我是手术室的护士。既然你是手术室的护士，为什么要帮着别人污蔑我们医院的医生？你难道不知道吃里扒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吗？院长，我没有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你不能因为霍医生是副院长，就想推我这个无权无势的小护士出来背黑锅啊！院长，林护士说的没错，你不能为了袒护霍天泽，就去威胁一个无辜的小姑娘。大家听听，这就是我们的医院，难道在你们这些医生眼中，别人的命就不是命吗？我现在就报警！我就不信我们普通人还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。报警吧！我也想问问警察，我一个右手手指骨折的人，到底要如何把药推进瓶里，又如何给病人做手术？院长，手术非常顺利，病人等麻醉苏醒后就可以直接转入普通病房了。爸，你给谁做的手术？小玲啊，我就知道你会守在这里。放心吧，爸亲自给韩明做的手术，切除很成功，他没什么大问题了，一会儿就能进观察室。韩明的主治医生不是霍天泽吗？方案是他定的，查房是他查的，为什么临门一脚换成了你？还有，霍天泽的手受伤了，他手断了，这件事你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有告诉我？为什么？奇了怪了，病人救活了，江小姐怎么吓成这样？就是啊，刚才还口口声声说霍医生害死了人，这会儿主刀医生换成他爸，他倒像见了鬼。爸，怎么会是你？为什么是你给韩明做的手术？天泽不是亲口跟我说，他会亲自告诉你手受伤的事吗？难道……天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跟小玲说了没有？小玲，你看你急得脸都白了。我这手虽然断了，但有爸在，阿明的手术不是照样顺顺利利的吗？霍医生这脾气也太好了吧！媳妇儿都带人来闹成这样了，他还先顾着不让媳妇儿担心。就是啊，我看是江离心里有鬼，一听说换了医生，脸吓得跟鬼一样。爸，换医生的事儿我亲自跟小玲说吧。他最近为了阿明的事焦虑，我怕他冷不丁听您说我受伤，心里承受不住。还是你考虑的周到。行，你亲自跟他说。爸，我确实告诉过您，我会亲自跟小玲说的。但我真没想到，小玲对我的关心居然这么特别。谁不知道霍医生平时把老婆当宝宠，大事小情从来不瞒着。江主任当然信他了。是啊，霍医生那是出了名的顾家，谁能想到这老婆带头来砸场子？上一世能帮韩明那种必死之人顺利假死脱身，除了资历深厚的你，我实在想不到第二个人。这辈子我可不会再让你牵着鼻子走。爸，恭喜您手术成功，阿明能在您手里捡回一条命，真是他的造化。只是有一点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刚才手术室的灯还没灭，大门还没开，爸你也还在里面拼命救人，可为什么小玲却能那么笃定地对着所有人大喊，说韩明已经死在了手术台上？天泽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和小玲是夫妻，她肚子里那点心思你还不清楚吗？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阴谋？小玲这孩子就是因为太在乎阿明的安危，关心则乱。她不过是一时着急说错了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又是她丈夫，别在这种小事上多想。是吗？那这错话说的未免也太有默契了。爸，如果说小玲是说错话，那这位林护士呢？她刚才可是当着院长和这么多家属的面，指名道姓，言之凿凿地控诉我，说我因为嫉妒，今早手术前潜入换药室偷换了韩明的命门药，要故意害死他。这林护士平时挺稳重的，怎么今天也跟着乱咬？这事儿透着古怪啊！对呀，刚才他们俩说的跟真的一样，
就是要去赶他走去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我今天一大早就进了院长办公室讨论2个月后医学演讲大会的申报细节，一整天，我连院长办公室的大门都没迈出去过一步，更不用说出现在手术室或者换药室了。没错，天泽今天确实一整天都待在我眼皮子底下。院长能证明，全医院所有的监控探头也能证明。既然我没分身术，那林护士亲眼看到的那个我，又是谁呢？爸，这件事您觉得该如何解释？又或者，该由谁来向蜀木解释？去，把今天手术室、换药室，还有通往院长办公室所有走廊的监控录像全部调出来。我要看看霍医生今天到底有没有出现在手术区，顺便报警，就说有人涉嫌恶意诬陷、破坏医疗秩序，甚至蓄意谋害病人。院长，您看，这说到底都是家务事儿，不过是一场误会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大。调监控、报警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对咱们医院的名声也不好听啊。我看大费周章就不必了。刚才诬陷霍医生杀人的时候，江主任怎么没说会影响医院名声？这是看事情败露，想压下来了吧？误会。刚才林护士和病患家属联合指控本院的副院长候选人祸害人命，这叫误会吗？这叫刑事案件。既然要查，就查个水落石出。警察必须在场，免得到时候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在背后拿这件事做文章，说我这个当院长的徇私枉法，袒护自己医院的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他不该在那里的，不该啊！院长，监控视频结果出来了，谁是负责人？监控我们已经初步核实，现在公开核对事实。院长，各位，我们已经核实了监控中心所有的录像带，事实非常清楚，霍天泽医生今天从早到晚确实从未进入过手术室及相关换药区域，一直待在院长办公室内。我的天，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？霍医生不是江玲的丈夫吗？亲老婆竟然用这种法子陷害自己男人杀人！刚才他哭得跟真的一样，大义灭亲，我看是想让霍医生死无葬身之地吧。果然最毒妇人心，太可怕了。为怎么还相信他？被这娘们当枪使了，这不是纯纯的陷害吗？霍先生可真是瞎了眼了，居然看上这么个一无是处的女人。还有这个林雪，平时看着文文静静的，原来也是个黑心肠，竟然联合外人陷害自己医院的同事，简直是行业耻辱！黑心肠，行业耻辱！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前世的这盆血水，终于泼不到我头上了。江玲，这才刚开始，你准备好接招了吗？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刚才手术还没做完，家属还没说话呢，江玲跟林雪就一口咬定病人死在台子上了。对啊，连主刀医生都没出来宣布，他们怎么就跟亲眼看见死人了一样？这不摆明了是提前商量好的剧本吗？事情经过我们已经基本掌握，江玲、林雪，你们涉嫌寻衅滋事和蓄意诬告，请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。霍天泽，你不会以为你这就已经赢了吧？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呢，咱们慢慢玩。后手，除了手术这一招，他还准备了什么？放开我女儿，她是冤枉的！警察同志，别抓我女儿！她这么做，她刚才做的那些事儿，全都是有苦衷的，全都是有原因的。霍天泽，你这个披着人皮的禽兽，你到底对小玲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警察同志，别被他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给骗了。霍天泽这个畜生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披着人皮的禽兽。什么？家暴？霍医生平时看着挺温和的呀。那可没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看这当妈的都出来拼命了。你们大家自己看啊！我女儿快要被这个畜生给打死了！天哪，这么重的手，这也太狠了吧！果然越是看着老实的男人，心越狠。天泽，这伤，你解释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家暴？上一世根本没有这一出，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，他们提前启用了备用计划？霍医生，请你正面回答。江林身上的伤是不是你造成的？胡说！
说八道！整个医院、整个小区，谁不知道我平时对江林有多好？我连大声跟他说话都舍不得，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他？闭嘴吧，霍天泽！你那点所谓的好，不过都是演出来的表象，就是为了欺骗我们这些外人。你这个戏精，连我和他爸都差点被你这张人皮给骗了。大家都看看啊！难怪啊，平时看着霍医生那么宠老婆，原来都是装的。这种男人最可怕了，在外装君子，在家打老婆，简直是变态。要不是那天我心血来潮去你们家看望小玲，我都不知道她被你这个畜生逼得差点割腕自杀了。霍天泽，你根本就是一个面兽心的畜生！你看看这些伤情鉴定，看看这些诊断书，白纸黑字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天泽，这些报告书上可都盖着章呢。如果你给不出合理的解释，那就不只是医德问题，而是刑事犯罪了。霍天泽，现在你不仅涉嫌诬陷，还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。我的天哪，伤情鉴定是真的！霍医生，不，霍天泽，你这种斯文败德比地痞流氓更可怕。亏我们刚才还觉得江小姐不对劲，原来她是常年被打怕了，应激反应啊！这种家暴男就该关一辈子。好一招颠倒黑白，把恶毒的蛇蝎洗成受害者，把我这个受害者钉死在施暴者的耻辱桩上。江玲，这就是你说的好戏。看来这一世的变数比我想象中还要大。妈，在我的印象里，你一直是个温柔优雅的人，我真没想到，为了帮你女儿陷害我，你竟然能把自己变成这疯妇的模样。别叫我妈！你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把女儿嫁给你。小玲那天回家，手腕上全是血痕，还要割腕杀人犯啊！证据确凿，霍天泽，非法行医的事咱们先放一边，现在你涉嫌严重的故意伤害和虐待罪，带走，回局里调查。少废话，带走！有什么话留着去局里跟审讯员说。妈，3年前你重病住院，是我请了1个月的刑假，没日没夜守在你的病床前，直到你康复。这事儿我知道，当初江主任夫人伤病确实是霍医生亲自照顾的，连端屎端尿都没让护士插手。谁说不是呢？从那以后，老太太逢人就说霍医生比亲儿子还亲，怎么今天闹成这样？别跟我提以前，你照顾我那是为了博名，是为了升副院长，做戏给别人看。你背地里打我女儿的时候，怎么不提那时候？你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。上一世，在我被所有人唾弃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全家人都恨不得我死，只有你还会打电话来宽慰我。我以为你是这家里唯一的良心，我想过江林会背叛我，岳父会背刺我，但我真没想过岳母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站出来朝我身上泼脏水。这诛心的一刀，远比上一世发生的一切更让我难以接受。行了，别叙旧了，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带回局里进一步调查。天泽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家属冷静点，现在对方岳母一口咬定霍天泽长期家暴妻子江玲，已经把人逼出了重度抑郁症，伤情鉴定和诊断书都在这儿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睁着眼说这种瞎话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儿子这些年对你女儿，对你们老两口怎么样？你们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我也纳闷，听说这女婿平时连重活都不让媳妇儿干，怎么突然就变虐待狂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做这种丧尽天良、违背良心的事情，就不怕出门遭雷劈吗？早晚有一天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报应？你儿子打人的时候怎么不怕报应？这些鉴定报告黑纸白字，明明白白记录着你儿子的恶行，你当警察同志都是瞎子吗？你说的没错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儿子做出这种丧心病狂、猪狗不如的事情，他的报应就在今天。假的，这全是假的！亲家母，这白纸黑字盖着公章呢，你红口白牙说是假的，当警察同志是摆设吗？谁不知道你们江家在医疗系统深耕了几十年，江天带出来的学生遍布各大医院，想要搞这么几张破纸，对你们家来说简直轻而易举。这种烂东西根本不能当成证据。也是，江主任在咱这一片缺失名头下搞几张报告，好像还真不难。吵什么？证据是不是假的？看完这个再说。霍天泽，我们在你家里的监控硬盘里发现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视频。既然你拒不承认，那就自己好好看一看。你怎么还没死？别放了，求求你们别放了，我好怕。霍医生，监控摄像头是你自己装的，画面里的人也是你，
现在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畜生！你这个杀人不见血的畜生！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警察同志，你们都亲眼看见了，这可是他自己家装的监控。我和他爸就算有通天的本事，总不可能跑到他家里伪造一段视频，噼里噼放进他硬盘里吧？老实点！我可怜的小玲啊，当初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霍天泽看着老实，实则神不测，你非不听，你怎么就嫁给了这样一个披着人皮的畜生啊？穿的人模狗样，还是个副院长候选人，背地里竟然这么残暴，这种家暴男最恶心了，在外装君子，在家把老婆当沙袋打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我儿子我最了解，证据就在墙上挂着，你还想护着他？难道这视频里的人是你变出来的不成？妈，别看，警察同志，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天泽他从小到大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他绝对不会相信这种东西的。快掉！快掉！这不可能，这都是假的！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，他连大声说话都怕吓着人，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。亲家母，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？那是从他霍天泽书房电脑里导出来的监控，难道监控还能撒谎？视频里的人的确是我和江玲，连衣服和背景都分毫不差，但真相根本不是这样。江玲，你真的很敬业，为了这一出，你筹备了整整2个月。老公，我们话剧社最近排个家暴的主题，你陪我对对戏嘛？你就演那个家暴男，一定要演得狠一点，这样我才能找到受害者的情绪。这不好吧？我哪会演戏啊？哎呀，就在自己家又没别人看，求不求你了，老公，你最好了。队长，这段视频确实是真实的，但它不是家暴，而是2个月前江玲非要我陪她演的一段话剧剧本。演戏？你打得我女儿吐血，你管这叫演戏？霍天泽，你编瞎话也要有个限度。霍医生，监控视频里你的表情和力度可不像是在演戏，你这种说辞，法官是不会信的。原来如此，2个月前的话剧剧本，精心布置的监控死角。江玲，从那时候起，你就已经把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了吗？这场阴谋，你竟然提前埋下了这么久。你赢不了我的。霍天泽，连你的院长都不说话了。话剧、剧本，这种拙劣的借口，你还是留着去跟法官说吧。院长，您看看，您一直维护的人，背地里就是个变态。这种人还想当副院长，简直是咱们医院的耻辱。哎，你看院长那样，他以前可是最护着霍医生的，现在愣是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了。废话，这种视频都怼脸上了，谁敢保他？人证物证全了，连家暴动机、怀疑妻子跟白月光旧情复燃都对上了，这案子死透了。院长或许还想拉我一把，可这局做得太死，在人证、物证、动机的闭环面前，我的任何辩解都像是一场苍白无力的垂死挣扎。把人带去单独审讯室，证据链已经闭合，准备做最后笔录。队长，在进去之前，我想和我的妻子单独谈谈。为什么？江玲，我只想知道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一世，我改写了开头。既然我还没死，既然我还站在这儿，我终于可以好好问问你了。你看里面
这两个人做了快5分钟了吧，一句话都没有。家暴男想打感情牌求原谅呗。这女的也是真可怜，被打成那样还要面对这个恶魔，估计是吓得说不出话了。江玲，别装了，这里没外人，也没监控。你放心，我身上没藏任何窃听器，警察就在门外，我跑不了，也没法对你动手。我今天低声下气求这一面，不是为了求你撤诉，也不是为了狡辩，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一个原因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你对一个同床共枕3年的丈夫下这种死手？江玲，我只想听一句实话，这3年来我对你不好吗？我知道我经常加班，赶不回来陪你吃晚饭。作为医生，我确实偶尔会忽视你的感受，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，想把最好的都给你了。你的每一个纪念日，哪怕我刚下手术台，也一定会准时把礼物送到你手里。只要我哪怕有一丁点空闲，我都会扎进厨房，去做你最爱吃的那几道菜。不仅是你，连你爸妈，我都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亲生父母，在孝顺。你妈住院，是我没日没夜守在床边；你爸想要那个主任位置，是我在院长面前磨破了嘴皮子。江玲，就算不爱了，你大可以提出离婚，我绝不会纠缠你。可你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？非要毁了我，毁了我妈，毁了我的一切才甘心吗？霍天泽，你想多了。其实答案很简单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果然如此，得到这个答案，我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意外。当年韩明突然抛下你出国，你就像个疯子一样在雨里走了一夜。后来你答应我的求婚，不过是想找个救生圈，顺便报复那个抛弃你的人吧。你用一个谎言骗了我3年，甚至不惜搭上你全家人的演技。江玲，你真的很能忍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我拼了命对你好，捂了这块冰3年，你总该被捂热了吧？你自然能发现我的好。但我忘了，这世上有些感情真的勉强不得。不过我也清楚，这绝对不是你非要弄死我的全部理由，甚至连主要原因都不是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霍天泽，你就在这等死吧。天泽，妈，重获一世，我本想保护好他，可到头来还是让他跟着我受罪。妈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对江玲动过哪怕一个手。妈知道，妈心里全都知道。天泽，你是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你是什么品性，妈比谁都清楚。不管那些警察拿出什么视频，也不管那些丧良心的江家人说什么话，妈一个字儿都不信。在这世上，妈只相信我自己的儿子。妈，现在时间紧迫，江玲和他爸妈这次是有备而来，那段监控和伤情证是他们布了2个月的死局，光靠法律手段辩解太慢了。江玲和岳父母的后手确实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。既然他们玩阴的，我们就得从源头切断。妈，你现在就走，去帮我找一个人，只有他才是江玲这张底牌最大的漏洞。只要找到他，我身上的罪就能洗清。妈记住了，天泽，你在这儿挺住，妈就算豁出这把老骨头，也一定把人带回来。江玲，既然你想玩杀人诛心，那我们就看看，到底谁的心先碎成渣。江主任，关于江玲女士指控霍天泽家暴的事，我们已经立案。至于刚才她在医院散布韩明死讯的行为，树松同志，这真是场误会。小玲这段时间被家暴折磨的精神恍惚，再加上她太担心病患韩明的安危，一时看花了眼，这才以为阿明死在了台子上。她也是
关心则乱啊！关心则乱就能随便造谣说医生杀人？这江林刚才在医院那股疯劲儿可不像精神恍惚。既然没造成实质性的社会危害，且你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这次就口头警告，下不为例。钱乐子带他走吧。看，那就是林雪，在医院闹了这么大一场，陷害同事，她居然还想全身而退。看见没？林雪陷害霍医生不成，现在灰溜溜滚蛋了。这种吃里扒外的人，医院人事部还没下开除令呢，他自己倒是识相，自觉收拾东西滚了。霍天泽，鉴于你家暴江林的视频证据确凿，伤情鉴定清晰，现在对你执行行政拘留15天。签了字，就在这待着吧。15天，霍天泽，这点惩罚我们怎么可能满意？我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。人面兽心，这就是咱们市最有名的副院长候选人，把老婆当沙袋打。看那动作是练过的吧？每一下都往死里砸呀！这种暴力狂也配拿手术刀？我们要个交代，让家暴男当副院长，你们医院都是这种货色吗？快看，有人爆料说霍医生的副院长职位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的。怪不得他年纪轻轻就能做到这个位置，原来背地里全是猫腻。江玲，这一套组合拳打得真准。家暴，职位黑幕，看来你是真的等不及要毁了我。今天，我愿就霍天泽同志相关问题作出正式通报。经多方核查，霍天泽在工作中存在严重失职失责行为，相关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即日起，撤销霍天泽副院长职务。哎呀，小玲，我真没想到，那个霍天泽平时看起来文质彬彬、一表人才的，背地里竟然会是个毒打妻子的家暴男。我也没想到他藏得那么深。不过他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儿，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。毕竟狗改不了吃屎。六哥，你刚才那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霍天泽以前还干过别的？哟，看样子你是真不知道啊。早在跟你结婚之前，他在县医院那会儿就曾经亲手致死过一个病人。致死人？那可是医疗事故，他怎么没坐牢？坐牢？那时候正赶上他升主治医生的关键期，他舍不得赔那笔巨款，更舍不得前途，所以他私下里找了一帮社会上的混混，天天去那家人门口泼油漆、砸玻璃，硬生生把病患家属给威胁得不敢吱声，这才把这事死死压了下去。家暴顶多是道德层面的污点，可要是致死过人，还暴力威胁家属，霍天泽，这回我看老天爷都救不了你。这件事只要做实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翻身。刘哥，你手里还有那个病人的联系方式或者他们家的地址吗？小玲，你打听这个干什么？你现在可是重伤在身。刘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名义上毕竟还是霍天泽的妻子，他造下的孽也就是我的孽，我想亲自去看看那家人，替他赎罪，哪怕是给点补偿，这样我的灵心才能好受些，不然我整晚整晚做噩梦。地址就在上面，既然你这么有心，那就去尽尽这份心意吧。霍天泽，我要将你彻底碾死。这就是当年的病例，那个姓霍的，他不是人。这些只是定金，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，把霍天泽当年致死人，还找混混威胁你们的丑事公之于众，事成之后还有10倍。可是霍天泽那个人手段狠辣，当年那些混混差点把我家拆了，
现在他又是大医生，要是让他知道我翻旧账，我这条命还要不要了？你放心，钱少不了你的，命我也保得住。实话告诉你，我虽然名义上是霍天泽的妻子，但我跟你一样恨透了他，我比任何人都想看他下地狱。只要你站出来锤死他，等他被判了刑，成了阶下囚，霍家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他的家产、他的房子，统统都会变成我的。到时候，在这座城市，再也没人能威胁到你。干不干？这可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。霍天泽那个蠢货，他以为故意砸断右手，躲开韩明的手术就万事大吉了，简直白痴。他根本想不到我特意录制好的那段话剧监控，还有我这满身的伤，随便甩出去一个，就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可那是假证据，警察要是查出来……查？怎么查？你放心，那些证据虽然都是伪造的，但角度和逻辑我复盘了无数遍，警察根本查不到任何破绽。只要咱们联手，这一锤下去，霍天泽将永无翻身之日。到时候，他所有的家产都是我的。江玲，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听得很清楚。报告，直播已经同步上传网络，现在全网都看清了你的表演。江玲，你涉嫌诬告陷害罪、伪造证据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霍天泽，你这个疯子，你居然敢算计我！我要杀了你！看着这副模样的江玲，我心中没有快感，只有一片空洞。霍医生，证据链已经闭合，江玲这回跑不掉了。你受惊了，跟我们回局里最后录个口供，这事儿就算彻底翻篇了。翻篇？江玲没那个脑子，能把事情策划得这么滴水不漏。你的意思是，背后还有人？他只是个冲锋陷阵的卒子，真正在背后操盘想要我命的人，还没露头呢。岳母，刚才在警局闹成那样，他居然还敢给我打电话。喂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是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去锦绣花园，快，能开多快开多快。江天，上一世你藏在幕后看我跳楼，这一世我即便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你如愿。妈，爸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站这儿别动！霍天泽，你要是再敢往前走一步，我就立刻杀了这个该死的老太婆！爸，你冷静点，先把刀放下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真的没必要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跟这个背着我偷人的贱才不是什么一家人！爸，您在说什么胡话？闭嘴！这房里没你的事儿，你以为你很干净吗？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！天泽，你别怪我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呀！妈，你说清楚，到底什么叫没办法？是江天，是他威胁我必须要这么做。我要是不在警察面前污蔑你，他就绝对不会放过小玲的。小玲身上的那些伤根本就不是你打的，是他，全都是他这个疯子，是他一拳一拳亲手打出来的。不放过小玲？江天，小玲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
虎毒还不食子，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把小玲当成什么了？你疯了吗？就算有什么天大的误会，江玲她不是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吗？你怎么下得去这种毒手？亲生女儿？呸！那个小人才不是我的女儿！她是这个老人当年背着我跟外面野男人生的种，我替别人养了30年的野孩子，你觉得我该怎么疼她？你说什么？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老子当年出轨，小的现在也跟着出轨。就因为我说我会帮他和韩明那个不光明正大在一起，那个蠢货居然还真就信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屁颠屁颠的愿意跟我合作一起陷害你，哈哈哈！果然天底下的女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全是骨头，哈哈哈哈哈！霍天泽，其实就这点来说，咱俩倒是同病相怜，都是被女人戴绿帽子的，只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为什么要一直挡我的路呢？明明我的资历比你老，论实操论经验，我哪一点比你差？凭什么那个副院长的职位是这个毛头小子的？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吗？所以，为了一个职位，你不仅要毁了我，连你养了30年的女儿也要一起毁掉吗？挡路的人都得死！既然你们一个两个都想逼死我，不想让我好过，那大家就都特别活了。霍天泽，你不是年轻有为吗？你不是副院长候选人吗？只有你彻底身败名裂，踩进泥里，我这个熬了几十年的老家伙才有出头之日。听着这番话，我终于知道了，真正在背后策划医疗事故陷害、伪造家暴视频、买通刘俊，这桩桩件件的幕后黑手，竟然是我的岳父江天。这个看似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才是心里最扭曲的那个疯子。江天，别再错下去了，你现在把妈放开，主动去投案，一切就还有转机。转机？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哪里还有什么转机？霍天泽，不得不说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这个毛头小子。我原本以为这局棋我赢定了，真没想到那个一直帮着我陷害你的刘俊，竟然是你的人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哈哈哈哈哈！算了，既然毁不掉你，那我这辈子也算活成了一个笑话。再说这些也没意义了。霍天泽，今天我就是死，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，让你这辈子都活在噩梦里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许动！不许动！趴下！一切终于尘埃落定。江玲因为诬陷罪、伪造证据罪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对不起。而那个曾经优雅的岳母，因为这场血腥变故受了刺激，精神出了问题，被强制送去了疗养院。谢了，大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也抓不住江天这老狐狸的马脚。谢什么？我爸的命可是你救的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医院还是去哪儿？今后，我打算陪着我妈一起好好活着。